今天一部手机就能看奥运会。90年前，为了让远方的观众看见运动员冲线的那一秒，他们拍了近400公里胶片，剪了整整2年。为了这件事，有人把摄影机绑上气球，放飞到天空，还附了张纸条：捡到的人请把胶片寄回来。有人在跑道边挖了坑，把自己和机器埋进去，只为让镜头贴着地面，仰拍运动员冲过来的那一瞬间。还有人跟着跳水运动员直接跳进了水里。那一年，电视还没走进普通家庭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手机，绝大多数人这辈子都别想亲眼看一场奥运会。而这一次，他们看到的不再只是报纸上一行冠军的名字，他们看见运动员起跑前那种攥紧了拳头的紧张，看见身体腾空的那一瞬间，看见冲过终点时的表情，也看见输了的人那种藏都藏不住的失落。一场撑杆跳拍了整整5个小时，从白天拍到黑夜。一支一路领先的接力队在最后一棒把棒掉了，一个马拉松选手从第1名一路耗到虚脱，整个人就那样倒在镜头前面。奥运会第一次不只是被记下了谁赢了，它被拍出了速度、力量、悬念、失败，还有人的情绪，被拍成了一部能让全世界坐下来一起看的银幕史诗。这部片子就是奥林匹亚第1部《民族的节日》，而它的开场甚至没有一场比赛。云雾罩着古希腊的神庙，镜头在废墟和一尊尊古代雕像之间慢慢地移动，然后石头仿佛活了过来，掷铁饼者的雕像变成了真人。古代英雄没做完的动作被现代运动员接着完成，肌肉、线条、肢体被拍得像雕塑一样完美。导演莱尼·里芬施塔尔想做的不只是把比赛画面保存下来，他要把现代运动员拍成古代的英雄，让这届现代奥运会看起来像是奥林匹克精神跨越了2000年，又一次回到了人间。于是古希腊的火焰被点燃，火炬从奥林匹亚出发，穿过整个欧洲，最后进入柏林。今天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奥运火炬接力，正是从1936年这届柏林奥运会开始的。接着各国代表团走进体育场，旗帜、队列、建筑，还有几万名观众一起撑起一场规模惊人的开幕式。镜头一会儿仰望运动员，一会儿俯瞰整座体育场，又在选手、观众和主席台之间来回切换。体育场不再只是比赛的场地，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。纪录片没有把镜头转向那些现实，所以今天我们再看这些宏大又极有感染力的画面时，得心里清楚，它拍下来的并不是1936年德国的全部。而当比赛真正开始，摄影机也进入了一个没法完全提前安排好的世界。里芬施塔尔不满足于只告诉观众谁赢了，他把一场比赛拆成了无数个瞬间。发令枪响之前的那1秒沉默，运动员紧张的眼神，领先者的脚步，追赶者的呼吸，冲线前最后一次加速，还有看台上突然炸开的欢呼。比赛结果其实早就定了，可经过镜头和剪辑重新组织，它又一次有了悬念。更难得的是，这部片子没有把镜头只留给赢的人。德国女子接力队本来一路领先，却在交接棒时突然失误，跳高运动员一次次把横杆撞落，长跑选手从领先变成掉队，有人快到终点几乎把力气耗光。摄影机没有立刻移开，而是接着拍他们的懊恼、疲惫和狼狈。因为体育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从来就不只有完美的胜利，意外、失败，还有最后1秒的反转，同样是比赛的一部分。全片最有视觉冲击力的段落之一，是一场持续了5个小时的撑杆跳。比赛从白天一直打到黑夜，体育场慢慢陷进黑暗，运动员到最后只剩下身体、撑杆和横杆的几道轮廓。当他们撑着杆升上夜空，比赛几乎变成了一场抽象的黑白影像实验。摄影机不只让人看清谁跳得更高，也让人第一次这么清楚地感觉到人的身体在腾空的那一刻能有多美。可摄影机再强，它也没法提前决定谁会成为真正的主角。杰西·欧文斯出现了，这位美国黑人运动员在柏林一口气赢下4枚金牌，
成了整届奥运会最耀眼的人物之一。起跑、加速、腾空、冲线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镜头完整地留了下来。纳粹一直在鼓吹所谓的种族优越，可欧文斯用赛场上的成绩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。摄影机可以选择怎么拍他，却改不了计时器上的数字，也没法否认他的胜利。不过，欧文斯的故事并没有在领奖台上结束。当他带着4枚金牌回到美国，等着他的依然是当时随处可见的种族隔离。他在奥运赛场上是英雄，却没能因此在现实生活里得到真正的平等。纪录片最后一场重头戏是男子马拉松，卫冕冠军萨巴拉早早冲到最前面，却在后半程一点点耗尽了体力。镜头拍下了他从领跑者一步步变成掉队者的全过程。随后，一个被纪录片称作日本运动员孙的选手超过了所有人，独自跑进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。但这位冠军并不是日本人，他叫孙基珍，是一名朝鲜运动员。当时的朝鲜正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，孙基珍只能以日本代表的身份参赛，连名字都被按日语的读法登记。他赢下了马拉松，却没法用自己真正的国家身份去接受这场胜利。摄影机拍下了他的奔跑、疲惫和冲线的那一刻，却没有说清他到底是谁。很多年以后，当人们重新了解这段历史，同一组画面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。这正是记录影像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导演可以选机位，可以控制节奏，也可以决定怎么去解释一场比赛。但只要摄影机真的对准了现实，它就有可能拍下连创作者自己都没料到的东西。奥林匹亚把运动员拍得像古代的雕像，把体育场变成了巨大的舞台，也把一场场比赛拍出了悬念、失败和反转。它让那些没法到现场的普通人第一次这么完整、这么近地感受到了一届奥运会。与此同时，欧文斯的胜利、德国接力队的失误、撑杆跳运动员升入夜空的身体，还有孙基珍那个被忽略的真实身份，也让这部片子超出了他原本所在的那个年代。将近90年过去了，他留下的不只是1936年这届奥运会的比赛结果，他还让奥运会第一次被这样拍了出来。